这是 Wins 最新推出的 Clip 全新三角声学设计，小小的体积就可以输出12瓦的功率，音量十足，同级大小明显更出色。IP67的防水防尘等级户外使用完全不用担心。除此之外，上方还有一个设计的铝合金的登山扣，可以扣在你的包包帐篷、机车上都可以。背面还有这个橡胶扣带，你就可以扣在你的包包的背带上，或者说杆子上也可以。连线呢有蓝牙5.3版本，连线的稳定度高，延迟低，不容易受到干扰，体验上呢非常的好。声音呢人声为主，温暖有厚度，细节呢又不含糊，低音量衬托出人声的特色。如果你还有一点预算呢，可以再加购一颗串联，就可以实现聆听感更好的立体声模式。重量呢只有210克，比你的 iPhone 还要轻。下方呢我们也会放上购买链接和折扣码，有需要的朋友自行服用。这里是 TechTailor 科技说你的科技变迁，我是 River。大家敲碗很久的蓝牙喇叭来了，这次我有稍微把这个蓝牙喇叭做分类。这一次呢，拍的是无线喇叭，是有自带电池的，可以带出去外面使用的。那什么样的喇叭是无线但没有内建电池的呢？比较常见像是就是这个水母，Marshall 的家用型系列，例如 Stand Mode 这种。那种蓝牙喇叭呢，会放到下一次再做介绍。这一次呢，分为1000到2000、2000到3000、4000到6000、6000到8000和1万元以上。那为什么会有1万元以上这个区间呢？因为我发现1万元以上的蓝牙喇叭选择其实不多想说算了，就纳为差不多等级。那想用3C 科技提高你的生活品质吗？记得先订阅 TechTailor 科技说哦。1000到2000元第一款 Transmart T2 Plus 升级款，他们家蓝牙喇叭性价比都超高 ，T2 Plus 也不例外，保留非常多目前很多蓝牙喇叭没有的功能，或是高阶喇叭才有的 NFC 一键配对、金属挂钩。3.5mm 音源孔和超级猛的记忆卡插槽，记忆卡是非常多朋友梦寐以求的功能。有些露营可能没有网路，这样就很方便。配件除了充电线、音源线和编织的挂绳，喇叭的做工还可以，以1000元来说不错。音质的解析力还可以，但不到很锐利，高音略为刺耳，声音偏薄不够厚实，背景乐呢略为靠后，听感上感觉很像是背景乐包覆整个人声，所以人声不到很突出，算是中规中矩。如果说不需要这个挂钩设计，还有另外一款 T2 Mini， 设计上呢差不多，而且价格更亲民。如果说你想要找有记忆卡性价比高的，那肯定得是 Transmart 这个品牌。第二款性价比代表 SoundCore 推出了最新小钢炮 Grow Mini， 我觉得可以视为 Mini 3 Pro 的升级款。这一代在外观上覆盖了大概2/3的面积做发光，没意外是亚克力材质。灯光效果老实说，我觉得普通，就当做送的吧。一样支援 App、低音强化、EQ 修改、Partycast 模式都有。灯光开关明暗6种模式，自定效果都有，基本上该有的都有，很完整。单体配1.75寸全音域，8瓦的功率，声音的本质我觉得差异不大，人声算靠前，开启低音加强呢会有明显的亮感，可是不会轰耳，导致听感贫乏。声音本体呢扎实度普通，不会松散，细节还算可以，不会糊，但不到很出色。如果回到价位1490元来说，这样的声音表现几乎遇不到什么对手了。第三款小米户外蓝牙喇叭16瓦，这个之前有介绍过，它是2022年7月上市的，那距今也出了1年半了，为什么还推荐它呢？因为到现在为止，这个价位没几个可以跟它打的，惨。首先是体积，除非你买白牌，或是说小众一点的，要不然1000多要买这么大颗的难度高。16瓦这一款可以更换 EQ， 之前有网友分享，音量加和这个播放键呢同时按就可以切换。除了蓝牙无线模式呢，还可以提供3.5mm 有线模式，但抱歉，因为本体的调音数值就不到位了，所以用有线还是无线声音差异不大。背景糊糊的，3频普通，低音有亮但没有感。但是如果你的预算只有1000多，然后要这么大颗，声音稍大，有品牌的，抱歉，真的小米几乎是唯一的选择了。接着贴一点，2000到4000，这个价位呢可以买到音质不错、体积较大的蓝牙喇叭。第一款 Earphone U-Bone L， 外观上的中规中矩，做工一般般，接口有 USB Type-C 充电孔，3.5mm 音源孔和极为少见的 Reset 孔。按钮呢集中在上方，但是因为它的喇叭呢是有一个前宽后窄的设计。假设我这样坐着要去按按钮的话，我必须把喇叭往前这样子按呢。体验的心得分享没有绝对的好坏。除了基本的 IP67防水防尘之外呢，它还有一个 Swisher 的技术。这个技术呢，宣称掉到水里的话呢，喇叭是会浮起来的。这个我第一次听到。大家要知道，喇叭虽然可以防水，但其实进到水里是会断讯的。小知识分享。
音质强调奥地利音乐大师调教的，第一耳听到确实不错，超出我的预期。人声的细节异常的明显，唇齿音、气音都听得到，分离度很够。低音的量呢给的较少，就像有人这样子轻轻摸你一下而已，有感觉但不强。背景乐清晰但不锐利，主要还是人声的表现。此外，它有一个户外模式，打开后呢，低音会变得比较多，量感厚实，明显提升。但我自己还是喜欢比较不开的感觉，比较耐听。以这个2000出一点点的价格和这个体积来说 ，CP 值很高。第二款 Sony 的 SRS-X1200。这个我之前也有推荐过，虽然说 X1200已经推出至少1年多了，但是它的设计和规格在当时已经很完整，以至于到2024年，现在也鲜少可以跟它匹敌的对手。IP67 的防水防尘，还抗海水，通过军规 810H 的衰弱测试，以及超前配备的 LDAC 编码，同时具备编织挂绳，家里露营挂着都很方便。除了这些，它还有自家的 Party Connect 连线。可以串 XB43、XB33等等，详细资料呢可以参考 X1200最下方的第7点。音质跟我之前听的感觉一样，声音不属于透亮清澈的调音，低音算轻，有感但不多不强，人声突出感比较强。可是会感觉歌手好像在小巨蛋里面唱歌，然后被包起来。解析力呢，我觉得还行，但跟自家的 XG300差距就很大了。App 里面的设定啊，声音这个可以修改低、中、高。我的建议啊，低音直接加10拉满，中音拉到5，我觉得比较刚好。第三款 Soundcore Motion 300，它是少数3K 以内支援 LDAC 的蓝牙喇叭，2个全音域单体30瓦的输出，声量非常的丰沛，颜色有黑、蓝、绿3色。在外观上呢，还加入泼墨设计。我手上这一颗呢，就有一点蓝点点缀。Motion 300的主塔可以用3个角度聆听使用，底部、侧边都有橡胶垫，所以可以站立、躺着、挂着使用。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，刚刚有提到3个角度嘛，它会侦测你现在是正放还是平放还是挂立，然后去更改它的发声方式。你也可以从 App 里面去修改这3个角度的 EQ。音质个人听感很有力量，厚实，人声特别突出，而且解析力算不错，但分离度普普，很黏。老实说 ，Motion 300没啥明显的缺点，以规格、功能、音质、做工细节，我觉得都值3000元。也因为有挂绳设计，露营、脚踏车、登山都很适合。4000到6000元算是一个分水岭，这个价位我觉得开始就可以买到一些欧美声学精品老品牌了。第一款 Harman Kardon 哈曼卡顿 Luna， 这个我蓝牙喇叭文章有介绍过 ，Luna 是他们家目前最小颗、最容易入手的蓝牙喇叭，主要采用网格面料以及氧极化铝顶板。按钮设计使用友好，还有 IP67的防水防尘，续航力有12小时，充电是用 USB Type-C， 连线方式使用了蓝牙 5.3， 并可2台立体声串联。声音方面，人声冲击感很强，但背景乐听感也很强，细节有所保留。它也很挑音乐，旋律为主，背景乐越强的音乐和人声和乐器会有点混在一起。但如果是人声为主的，会发现背景乐器除了鼓，其他会后缩很多。低音很满很密集，残响很重，但低音很多的调音端看个人喜好。如果你是很常听那种电音低音超多的饶舌，旋律为主的那种 Luna， 你会听得很爽。解析力就只有 SBC 的编码来说，我觉得很出色的。第二款 BOSS 的 SoundLink Flex 有黑、蓝、白、绿、紫我会买紫色，主要是因为它有这个撞色的设计，紫色也比较少见。全机色除了出音口是用不锈钢网罩，其他都是用细胶包覆。挂绳呢，采用的是编织材质，没什么弹性，挂在包包、帐篷都还蛮适合的。这款跟前面刚刚的 Soundcore Motion 300有一样的功能 ，BOSS 称它为 Position IQ， 会侦测你现在是直立、悬挂、平放去调整声音，但差别在于 App 里面不能调整，就只能让它自动侦测。SoundLink Flex 呢，强调清晰且浑厚澎湃的声音，确实清晰，但是有些高音有点锐利，处理的不好。低音微弹，有明显的下潜感，残响略重，人声突出清晰，整体调音比较干，算厚实，算是 BOSS 正常发挥吧。第3款 JBL Flip 6，这个位置本来应该是 Charge 5 WiFi 的，但是我连续订了2次，来的都是没有 WiFi 版本，最后我放弃了，换成 Flip 6。我有问过代理商，关于 Charge 5的 WiFi 台湾是没有的。我已经帮大家测试过，美雅确实会出错货，所以可以到日雅看看。Flip 6有8个颜色，算是这个价位选择很多的，黑白灰蓝军绿粉红浅绿，和我手上这个红色全编织包覆，也有支援 Party Boost
可以串其他喇叭一起播放，也支援 App 可以调整 EQ 配对立体声。声音人声突出，穿透力强，无论是男女生表现都很出色，保留了些微的唇齿音。低音方面呢，保留 JBL 很独特特色 Q 弹的听感，但是没有 Charge 5的低音那么弹，逊色了一些。乐器细节有，而且不会尖锐，特别是一些电子乐和拔清晰不刺耳，但不到特别的响亮。使用上一般的家里、户外烤肉问题不大。我自己是在它特价的时候买的，新台币4580元。但如果是原价5900元的话，我是觉得有更好的选择。接着中高价位6000到8000，第一款 Soundcore 的 Motion X600。这个如果你刚听到价格可能会吓到，这台要6999，要确定呢。我们先忘记价格，我想先介绍优点和特色。支援 LDAC 编码，金属机身，手提设计 ，Google 认证 ，Bass Up 的低音加强，空间音讯，蓝牙和3.5mm 音源孔，算是蛮完整的。再来就是说，不能说缺点，我们温和一点，应该说可以在更好的地方。用料做工都不错，但是细节没收好。中间呢有一个 logo 的边缘，很割手，而且不小心如果这样子回到啊，很危险的。另外这个把手不能收，真的是。如果是我会把侧边这样砍半，弄可以伸缩的，至少可以压缩一些空间，要不然这个设计真的很定得。音质方面呢，建议开启 Bass Up， 低音的连续感会变得很强。在不开启空间音讯时呢，空间感就相对出色了。开启后呢，明显声音会放大那个范围的散开，特别是人声的突出会更强烈。细节上呢，如果说没有到很极致的话呢，其实 AAC 表现就很出色了。所以说不需要因为担心 iPhone 没有支援 LDAC 会造成腰斩式的音质体验。撇除低音的部分呢，中高音的细腻度够，声音的自然度够，但我觉得厚实度呢略差了一些。它也是这个价位或这个以上可以少数调整 EQ 的蓝牙喇叭，不错。But X600大哥，你的底噪有点大，没有播放音乐的时候还好。可是如果在距离喇叭大概50公分以内啊，我是可以听得到的。当然，有些人听不到这个底噪，就跟耳机一样，所以耳朵敏感的人先试听一下，不要盲狙。第二款 Sony 的 SRS XG300。XG 系列呢是专为派对开发的，相较 X1 系列呢多了一个把手设计，而这个把手呢是可以收纳的，把手并非两边同时展开，所以提的时候呢会明显感觉到重量不平均。我认为正确提的方式应该是右手直接拉起提起，会是最好提的。这个喇叭质感也不用多说，布质包覆、细节度、扎实度都很好，操作按钮都在同一侧，其中呢有主打这个 Mega Bass 低音增强和省电模式。声音呢，相比自家的 X1200有更丰富的澎湃感、震撼感，且有穿透力。人声细节在 LDAC 下保留完整，空间感拉得很足。但就是这个混响偏重的感觉，开启低音的增强呢，差别在于那种打鼓的残响会保留。一般正常的鼓会这样子，噔，而不是这样子噔噔噔这样子。虽然说低音有加强，但我个人认为它在低音的部分呢，算是没有很激进，可能是为了降低听腻时间。最后说一个细节，被动单体，这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Aaron 跟一个稍有交流得知的。做得好的被动单体啊，密闭性是一个关键。XG300的两边被动单体啊，你去推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呢是会被推动的，这代表说里面的密闭性做得很好，对低音的表现会更加的厚实集中。说一下缺点，这个 App 整合一下吧。蓝牙喇叭用的是 Music Center， 而耳机用的是 Headphones Connect。下载这两个体验不行，太麻烦了啊！主要是我有耳机和喇叭啦，所以同时有两个这个 app。第三款 Marshall Amberton 2代，外观我就不多做介绍了，就是 Marshall 风格，金色 logo， 金色4项控制按钮，外观就是辨识度很高，质感也很不错，前后金属网，其他则是用荔枝皮包覆。音质我觉得很爵士，整个调音就是很轻松很 chill。低音呢略有感，它那个硬度啊刚好在很硬和很 Q 中间，而且很慢，比较有感的是它这个刷弦声。不知为何很有临场感，很自然，就是整体听起来就是很舒服、很惬意，超级适合听那种 R&B 抒情、OZ 啦、陈绮贞啊、蓝又时这种都超适合。国外可能是克里斯小子、Mida， 边听边写脚本啊，都差点要睡着了。最后一站，万元蓝牙喇叭。我在挑选名单时发现，万元以上的价格呢都是用跳的，没有像万元以下同个价位有这么多选择。所以我就挑几款比较有代表作的，然后尽量再挑一些万元以上多价位的分享。
第一款哈曼卡顿 Go Plus Play 3，外观的质感是真的很顶，一样采用了网格面料，特别是这个触控的强化玻璃面板呢，和这个铝制的手柄就很高级，操作界面非常的直观，别于一般蓝牙喇叭的单麦克风。Go Plus Play 3呢，搭载的是双麦克风功能，通话的表现呢，我们后面会有详细的测试提供给大家参考。声音呢，光开机就感受到很正很强的低音。它的低音是那种很趴在地板的那种感觉，你在喇叭附近呢是可以明显感受到那种声音的音波，临场感很强。我在猜跟它低音的单体设计在底部有关系，以及它有配置额外的前置低音被动式单体。Go Plus Play 3呢，主打3项立体声前后底部，确实声音的空间感、立体感很足。也因为这样的设计啊，你离喇叭比较远的时候啊，依然感受到一定分量的低音。每次开启后呢，它会自动针对环境校准，给出相对比较好的音效体验。背景音乐的把很清脆但不刺耳。前面有提到低音和单体的设计特色，所以很适合听那种听氛围的歌、听感觉为主的那种。Go Plus Play 3呢，只有2个地方比较可惜。首先就是它的供电方式是8字形的充电孔，确实这个充电规格能负载的电压、电流都很高。但我看了一下这个喇叭，也就80瓦充电功率。理应我用 USB Type C 也是可以负荷的，毕竟你这边输出是给 Type C 了，对吧？要不要而已。第二是这个把手不能收纳，小可惜啦。第二款 Marshall MIDI Tone， 这款很新，是去年才出的，其实很像放大版的 Amp Tone， 外观设计语言差不多，差别在于侧边多了一个细胶挂绳，还有 3.5mm 音源孔 ，USB Type C 只有输入输出。上面的面板呢，基本上功能都差不多，但多了电量显示按钮和高低音的调整按钮。分别有10个档位，然后它的音量调整的显示特别，它总共有10阶，每一阶会有4段，它会有这个灯光明暗显示。音质其实跟 Amp Tone 不能说很像，根本就一样，还是那种很惬意、很 smooth， 但低音明显多了一些，但是并没有过多强调残响，所以很耐听。人声很有磁性空间感，因为它本身低音就很有强调了。我个人建议低音调到第4格。高音第8格，保证你整晚好眠。对了 ，The Force 这首呢跟它很搭，有买的一定要听。第4款 Diviali 蒂瓦雷 Diviali Mania， 我们手上这颗呢是2023年夏季限定色风暴沙盒，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夕阳玫瑰。喇叭采用的是球状设计，左右两侧呢共有4个铝制全音域单体外呢，前后2个还有一个这个会随音乐震动的低音单体。边缘上呢用上塑胶材质，两面电镀处理，其他的部分呢只是用编织外层包覆。手把做的蛮小的，大概只有2到3指的空间。充饱电情况呢，大约可以使用10个小时，适合外出露营旅游。除了可以用 USB Type C 充电外呢，它可以用这个充电底座充电。我跟你说，光这个充电底座单独买就要3000多了，只有特殊色和巴黎歌剧院版本才有随附。一般版本黑灰是27990元。特殊色是31990元，巴黎歌剧院版本是35990元。会比较贵呢，是因为它是 Diviali 与法国知名地标巴黎歌剧院联名的，并以24K 镀金呈现特殊版本。此外在年初呢 ，Fendi 2024年秋冬大季中也有首次登场了 Fendi 与 Diviali 联名的 Diviali Mania。目前尚不知台湾是否会贩售，静等官方消息。Diviali Mania 除了蓝牙连线，还支援 Wi-Fi、AirPlay、Spotify Connect、Deezer、Tidal 直接串流播放，但很可惜不支援 Chromecast。安卓手机呢可以通过 Spotify Connect 或是蓝牙播放音乐。声音方面 ，Diviali Mania 有2项独家声学技术。第一项呢是360度的全方位立体声，通过刚提到的4个面都有全音域单体，不论站在音响的哪一侧都能有立体声的效果。第2项 ASC 立体声主动调校技术，会及时侦测空间调整立体声模式。例如说我们这个靠墙摆放时呢，后侧的2颗全音域单体就会自动调整，为前侧的2个全音域单体强化立体声。但切记，它是透过喇叭下方内建的4个麦克风侦测的。机身侧边呢，下方有一个麦克风开关要打开，然后专属 App 这边也要开启 ，ASC 才会运作。App 呢也有等化器调校功能，有预设的平面和突出声音，也可以自定增益高低音，依据个人喜好调整声音表现。另外在 App 中也可以看到这个电池的电量。音质我觉得没话说听感上会觉得有一种朝上前后
简单来说，立体感很足，细节上呢并没有过于强调气音、唇齿音，恰到好处。低音呢偏 Q， 带点很舒服的残响，然后鼓啊、拔、刷弦声很清脆，形状清晰。我对它的调音呢还蛮满意的，就是给人一种听起来很好听、很刚好、很舒服的感觉。当然，每个人对于声音的体验不大一样，建议大家可以亲自到门市去试听，会有更明确的感受。接着 B&O Billsound A5， 这款是今天最贵的 WiFi 加蓝牙的无线蓝牙喇叭，它有3个版本：太空旅、深色橡木、北欧编织。我们手上的这个是北欧编织这个版本，这个版本呢是全橡木和编织设计而成的，质感100分。全部的功能按钮呢都在上方的面板，在中间的位置呢还有一个5瓦的气无线充电。右侧有4个按钮，分别是1个点点到4个点点，分别是预设4个广播电台。这部分呢可以透过 App 修改你预设的电台，除了所在地区的，你还可以聆听国外的电台。这个功能也是现在极为稀少的功能。A5 除了可以蓝牙连线播放外呢，还支援 Chromecast、AirPlay 2、Spotify Connect、内建 Deezer、Tidal Connect。在同个 WiFi 环境下呢，你可以直接从网络去投放给它音乐，这功能超级无敌方便。像是我们打开 Spotify 啊，我不接蓝牙哦，下面这个选择装置呢，直接选 A5 就可以了，就会直接送音源过去了。如果有2台 A5 啊，还可以透过 WiFi 进行立体声的配对，让聆听进入新的档次，或是以 AirPlay 的方式，或者 Chromecast 变成多房间音乐系统，客厅放1台，房间放1台，同时播放音乐，让整个家中环绕美妙的音乐。A5 虽然说有 IP65 的防水防尘，但是毕竟木头还是怕水的，碰到水切记马上擦干，保持干燥。另外 A5 还强调模组化设计。如果说某个零件坏掉啊，可以单换，不需要更换整个喇叭。最后简单点评，我是用 Chromecast 去连线的，就是要避免因为蓝牙的压缩，音质高级，质感低音沉沉的，速度算快，但又带点残响，量刚好，不会到不舒服，却又保留了沉浸感。人声可以听到明显歌手的唇齿细节。我个人会觉得背景的音乐还是比较明显，音场分离度很够。猜测可能是因为单体结构有特别调教过，所以每个频率的声音呢都很平衡，不会出现频率互抢。听下来的感觉，流行乐的表现算是中上等级，会有那种声音很紧凑、连续的听感。但如果听电影原声带的表现，就会跟一般的蓝牙喇叭拉开差距，无论是氛围还是澎湃感，明显都是比较出色的。另外 App 里面呢，声音选项有这个空间补偿，它会发出这个声音讯号扫描，提供给你最好的声音表现。最后说一个比较需要留意的地方 ，A5 在这个优雅的外观下，内在隐藏强大的功率，是一只高达280瓦的野兽。一般呢室内30%就够了，大空间就要40%以上。但我觉得体感啦，30到40这个音量段落感啊，差距有点大，不够线性。大家有机会可以到门市试听看看。接着是每款喇叭的音质实测，录音转档会受损，所以仅供参考。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,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,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,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,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I can help you ou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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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can
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.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.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I can help you ou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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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.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.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.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I can help you ou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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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.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.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.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I can help you ou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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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.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.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.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Now that you're gone, I spend my nights all alone here. Wishing you were here, sweet atmosphere. I can help you ou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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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can help you out.
接着是每款喇叭的通话实测，我们会放在距离我100公分左右的地方，分别测试安静和吵杂环境，并以赖通话提供给大家参考。观其不语是哑巴，其手无回是傻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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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是分贝，也是距离100公分测试最大的分贝测试。这一次大家敲完很久的蓝牙喇叭评测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有任何关于这种自带电池的蓝牙喇叭有任何想法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也会尽快回复大家。也别忘了帮这支影片按赞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，See you。